我是学 YouTuber 露露露。超香的狐狸八重绳子终于在 2.5 版本更新后登场咯，多少人想一探究竟八重绳子的狐狸尾巴长得如何呢？以这个外形加上日配又是佐仓绫的情况下，就已经是非常值得收藏在成根湖的一只婆系角色了。而对于八重绳子的实用性以及相关的抽取建议，露露也会在稍后的影片中整理给犹豫抽取的肉肉们。除了天赋技能和命制作的解说与抽取建议之外，也会补充相关的武器、生物推荐搭配与组队建议，以及相关的使用心得。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露露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八重绳子是5星雷系法器角色，等级突破后增加的属性是暴击率。定位从官方潜能直播中就有提到，主要是作为后台挂雷打输出的角色，主要的伤害也来自于1元素战绩的3枚杀生鹰的后台持续雷伤，以及透过 Q 大招引爆杀生鹰的爆发伤害。天赋技能输出的手感很不错，尤其放完直接切角上场的过程非常流畅。唯一也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大招充能非常吃，能量高达90点，因此组队方面最好务必佩戴雷电将军使用，否则灵命的八重绳子将会大幅影响游戏体验。而即便一命可以提升能量回复速度，但若只有八重绳子而没有雷电将军的话，还是会需要许多等待充能的空间。而若是在没有雷电将军的情况下，全塞元素充能的相关属性给八重绳子的话，则会牺牲八重绳子的杀生鹰和大招伤害，因此也不推荐。若想抽八重绳子的前提，就是在你最好或是打算拥有一只至少灵命的雷电将军的情况下再考虑抽，否则在当前的配置下，八重在收藏价值上会大过于实战实用性。八重绳子的普通攻击是3段式的法术攻击，第3下会有些微的前摇，普攻倍率比星海低，因此不太适合作为战场输出。而虽然重击倍率还可以，甚至比前3下普攻的伤害还要高，但重击的动作也会有明显的前摇。喜欢使用打重击伤害为主的角色，还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如果只是把八重绳子放在后台速切的输出角色的话，普攻也可以不用点太高，最多可以点到6级就好。元素战绩的特性是能够让八重绳子瞬移，并留下一株杀生鹰。若是释放杀生鹰的过程中没有按任何方向键的话，默认移动方向会往后退，而且还可以看到一下下粉红色的尾巴。大地图用来3段快速移动，跑图时不扣体力还不错，而瞬移的过程中并不是无敌的。若是中途在路径上有受到攻击，还是会扣血，最多可以有3次使用次数，因此可以在场上同时存在最多3株杀生鹰。多人联机时也是最多只能在场上共有3株杀生鹰。杀生鹰每隔3秒就会对周围的1名敌人降下落雷，这个落雷也可以用来对空，像是攻击飞在天空的纯水精灵召唤的老鹰。而若是飞得太高的敌人，可能会暂时攻击不到。若放满3株杀生鹰时的持续伤害频率算高，也可以搭配水元素做感电伤害。在打公子的时候，也可以把杀生鹰放在公子周围，人一直跟他绕，看着他被电死。假如一个人分身乏术要攻击两边的敌人时，也可以8重放完3株杀生鹰后，快速到另外一边切主 C 清怪，2个场域同步进行输出的效果。杀生鹰和菲希尔的奥兹不同，是不锁面板的，并且若场上有越多杀生鹰时，杀生鹰的位阶可以得到提升。若是要让杀生鹰的位阶提升，就要让每株杀生鹰保持一定的距离。当处在有效距离，杀生鹰之间就会产生一道雷元素的连线。若是杀生鹰放得太远，就不会有连线，位阶也不会提升。而当杀生鹰的位阶成功提升的话，就会看到杀生鹰的灵狐会套上一个环。1阶的杀生鹰是没有被套环的灵狐，2阶的杀生鹰会套一个环，3阶的杀生鹰会套2个环，以此类推。位阶越高的杀生鹰造成的伤害也相对会提高。透过解锁2命，可以让杀生鹰最多能有4个位阶。一技能也是八重绳子的核心天赋，每株杀生鹰可以在场上持续14秒。当又释放新的杀生鹰会取代最先放的杀生鹰，但是在累加3株场上的杀生鹰就会需要在场上3秒。Q 大招元素爆发大秘法天狐显真释放时，八重绳子会露出狐狸尾巴，并解放附近场上所有的杀生鹰，造成范围雷元素伤害。每摧毁一株杀生鹰就会降下一道落雷。大招冷却时间22秒，大招伤害倍率高，搭配杀生鹰摆放的位置范围很适合用来应对群体怪物，但能量需求也相当高，需要90点。若是没有搭配雷电将军之类的角色，在打输出循环的过程中会感到挺卡手的。解锁被动天赋1就能在开完 Q 大招后，于杀生鹰引爆后立即重置杀生鹰的冷却时间，等于在 Q 完后就可以再接3次的杀生鹰。若是做一套111 Q 111，这样就会在循环中需要占据7到8秒的战场时间，
搭配9条沙罗也还来得及吃得到6秒的雷元素爆伤加成。虽然定位是脱手副 C， 但是个需要些微战场时间，不算是速切副 C 的输出角色。解锁被动天赋2将会基于8重绳子的每点元素精通，提升杀声音造成的伤害 0.15%。这个被动天赋会比较适合玩巨变反应的8重，但并不需要为了被动天赋2而特别提升8重的元素精通，毕竟巨变反应在触发时还是有几率性，并不如直接提升攻击和雷伤来的更加直接稳定。因此，若有属性增加额外的精通，可以当做辅助的加分作用即可。被动天赋3类似于行秋的被动天赋效果，在合成角色天赋素材时，搭配8重绳子可以有 25% 几率额外获得一份同地区的随机天赋素材。天赋技能升级优先顺序方面，首先提升核心天赋1技能，其次 Q， 最后则是 A。未建议1和 Q 都是最终能够点满，若纯打后台副 C 也可以不升普攻。8重绳子的天赋突破素材为周3、6日开放的天光系列，而等级突破素材需要打位于渊下宫的深海龙息来取得龙4位旗，以及野符咒会掉落的刀形。当地特产的部分会需要采集到期地区海岸边的海灵芝，而若是天赋技能6以上，则会需要消耗新的周长 BOSS 或经遇见冥神命所掉落的万劫之争议。这个新 BOSS 需要解完 2.5 版本更新后开放的雷电将军传说任务第2幕，而第2幕要解到的话，也必须要先解完传说任务第1幕哦。灵命的8重绳子很容易会遇到充能不足的问题，开不了大的情况下，就只能放杀声音在旁边跳个祭4-5，或是就不管 Q 大招，单纯依靠1技能带来的持续伤害。且本身的元素为例产生速度也不算快，所以基本上很绑定雷电将军，需要它的元素充能加速，或是搭配双雷成员的元素共鸣，增加元素为例的产生，以及透过其他队员额外产生的元素为例来弥补充能。一命在8重绳子开 Q 大招后，每引发一次杀声音引爆的天湖停雷，将会为8重回复8点元素能量，因此最多一次回复24点。在队伍的输出循环上，有个一命可以缓解不少充能压力，但即便有一命的8重绳子，若是没有搭配雷电将军的情况下，也还是会有充能的空窗。因此不管0命还是1命，还是推荐8雷组合。2命是8重绳子提升巨大的命座，主要是影响核心天赋1技能，让杀声音的阶级可以直接再往上一阶，等于每株杀声音的技能伤害量提升 25%， 同时又再额外增加杀声音的攻击范围 60%， 能够大幅扩大杀声音的落雷范围，面对分散的敌人也可以有效锁敌。3命提升1技能杀声音的天赋等级上限，也是影响着核心天赋1技能，但提升的伤害量没有比2命多。但若是想要在往上提升杀声音的伤害量，也可以考虑3命的效果。4命主要是增加8重绳子在雷系队伍中的辅助能力，有点类似荒龙一斗提供给炎系队伍的辅助作用。在杀声音命中敌人时，将会为附近的雷系队友提供 20% 的雷元素伤害加成，持续5秒。5命提升 Q 大招的天赋等级上限，大招伤害大约增加 18%， 增伤幅度还是以3命更好。6命是让杀声音的伤害能力更为爆炸，杀声音的伤害会无视敌人的 60% 防御力，而防御力计算会受到怪物等级影响。假如8重绳子和怪物皆为90等的情况下，杀声音伤害大约可以增加 42.857% 的技能伤害量。想要追求完整的8重绳子，满命是最能够完整伤害的命座，但相对来说成本也高，可以评估自身经济情况考虑。命座抽取建议的部分，假如会搭配8雷组合，并且搭配目前的专武神乐之争一起考虑的话，洛洛的抽取顺序会是0命，再来专武金一，再来1命，再来2命，再来3命，再来6命，再来是专武满金。五星武器首选本次武器卡池为8重绳子量身打造的法器神乐之争议，附属性提供暴击伤害，搭配8重自身突破自带的爆率，很容易就能达成很漂亮的毕业面板。右被动效果也是为了核心技能杀声音而设计，提升更多杀声音的伤害，同时再额外获得全元素伤害提升。其次可以选择的五星武器还有天空之卷，附属性提供高额的攻击力趴数，唯独第2个被动效果的触发条件比较不好发动，放在厕所一段时间的天空之卷终于可以拿出来用咯。第3个可以选择的是四风原点，附属性为暴击率，由于被动效果的关系，需要8重绳子战场一段时间。此外提供的移动速度加成，若是用在大世界跑图很方便。最后城市之锁这个富婆快乐球，虽然可以给8重绳子用，但并没有很适合，会比较偏痛苦锁的概念。4星武器的部分，首要推荐附属性提供暴击伤害的流浪乐章，缺点就是被动有3个随机效果，可能在输出伤害上并不会太稳定，但3个效果对于8重绳子来说都可以派上用场。其次是附属性提供暴击率的侠里日月，被动效果可以在普攻命中的6秒后提升1和 Q 的伤害。若是佩戴这个武器，要记得触发被动前要先普攻。第3个4星武器在 2.5 版本后面的渊下宫探索活动完成后，可以获得免费满金链的正式之名铜，
副属性提供攻击力趴数，被动效果是在释放元素战绩时可以获得元素充能效率的提升，适合给需要缓解元素充能效率压力的灵命8重绳子，但效果上会更适合珊瑚宫星海。此外还有另外一个能够缓解充能压力的4星武器，就是解完盗气冥神岛核心支线任务神鹰大符后可以获得的白橙之环，或是提供元素精通的万国珠海图谱，其他也还有宗室秘法录、黑岩飞跃等等，可以用的武器还算蛮多的。其他没有提到的武器就不是算太推荐。圣遗物的部分虽然目前没有专属圣遗物，比较偏向2+2套装的散搭居多。洛洛这边主要分为1技能杀声音和 Q 大招伤害取向的圣遗物配法。洛洛自己会比较倾向这种套装配法，主要就是追求杀声音的伤害最大化。在经过许多大佬们的实测后，可以得出结论，要让杀声音伤害最高又稳定的圣遗物套装，就是如雷2件套加角斗士或追2件套。此外还有一套是杀声音最高伤害的圣遗物套装为平雷4件套，可以使受到雷元素影响下的敌人提供35%的伤害加成。只是雷本算是当前玩家口碑所流传的圣遗物副本中第2毒的，如果有想要等等看未来是否有专属的圣遗物套装，就不一定要勉强自己刷4件套，毕竟4件套真的不是很好凑，又还要泡在毒本里面不知道多长时间，比较适合给原先就有刷好平雷4件套的玩家佩戴。而此外也有追2件套加角斗士2件套，实测下来和如雷加角斗的2+2伤害不会差太多，因此也是参考方案。若是追求大招伤害最高，就是佩戴如雷2件套加宗室2件套，但如雷加角斗士2+2也只低于宗室套5%左右，因此在泛用性上还是首推如雷加角斗或追的2+2。而若是考量到元素充能效率，想要穿绝缘4件套也可以，但伤害量还是比起穿宗室套的2+2落差了约10%。若是要玩感电流，想要走精通，可以考虑如雷2件套加乐团2件套，提升巨变反应的伤害。但如同前面所说，感电反应比较不是次次触发，以稳定的伤害量来说，还是前面推荐的圣遗物套装为主。圣遗物主属性方面，推荐爆伤头大于暴击头，攻击杀大于精通杀，雷伤杯大于攻击杯。副属性的部分以双爆为优先，其次为攻击力趴数大于元素充能效率大于元素精通。8重绳子的配对最好就是绑定8雷，跳8雷喽！第一队先来推荐全部都是御姐的3雷队，组成为2命以上的雷电将军加8重绳子加满命9条沙罗加琴。琴团长的位置也可以换成万叶，但就是会缺奶，或是拿视作精魄或讨龙的砂糖或莫娜。再稍微降一点伤害，有感电又有奶可以打的队伍也能配星海，再豪华一点也能配满命钟离。出手手法上，雷神1 8重111，琴1扩散减抗9条1 8重等半秒吃9条 buff 后 Q 111，琴 Q 9条 Q， 雷神吃9条 Q 的 buff 后开 Q 加 A 重连打8重111这样的循环。整队都是姐姐就是香啊，缺点就是大部分都是5星角色，成本比较高，但这队也有个好处，就是可以让万叶和班尼特到其他队伍。这队是以雷队最强队伍雷9万班下来做微调的队伍，队员组成为8重绳子加2命以上雷电将军加风原万叶加班尼特。虽然论伤害量还是没有雷9万班高，但有人就是觉得8重比9条香啊。其实洛洛觉得这队的伤害量在深境的表现也算不错，就只是原本若有练好高烈度的9条的话，会有点让他去坐冷板凳的感觉。而雷8万班和雷9万班实战的差别在于，雷9万班具备高额秒伤的高爆发瞬间伤害，但如果没有一刀秒掉敌人的话，雷电将军会有一段时间是普攻白字的刮痧等队员大招冷却好。而雷8万班的话，在雷电将军这段普攻白字等其他队员冷却时间的过程中，8重的1可以在场上无限放，会有一个持续而稳定的伤害在场上。出出手法上为雷神1 8重111，万叶1 Q 扩散减抗，班尼特 Q 8重 Q 111，万叶1雷神 Q 加 A 重连打8重111的循环。若觉得刚刚那队对于平民有点遥不可及的话，也可以用比较平民的配置8 9沙班队，组成为8重绳子加满命9条沙罗加砂糖加班尼特。组队的思路和8雷万班队差不多，但队员更多会是4星角色。但玩雷系主 C 最好就是要有满命9条沙罗，这是不可或缺的。若是想要玩感电和搭配安逸的奶妈，在场上就可以组成8雷万星队，队员为8重绳子加雷电将军加风原万叶加珊瑚宫星海。在8重缺充能的情况下有雷电将军，在需要巨怪和减抗增伤的情况下有万叶，在需要奶量和感电挂水的情况下有星海，可以因应许多种场合，只是也都是5星角色，成本对于平民玩家来说比较昂贵一点。出出手法上，星海1、雷神1、8重111、万叶1Q、8重 Q 111、万叶1、雷神 Q 加 A 重连打、星海1的循环。而
而若是想要平民一点的感电队，也可以组成8重绳子加满命菲希尔或行丘或北斗加砂糖。看到这边，你想抽8重绳子吗？从前面的队伍配置上，其实也可以观察到8重的配对方向都不算太平民。同时，前面的命座分析中，洛洛也有提到，灵命的8重其实也会很影响新手的游戏体验，还不如前面卡池抽干预来的更好。而就算抽了一命8重，一样会建议需要绑定雷电将军。而就算不绑定雷电将军的情况下，8重绳子也只剩下感电精通队能打，但普攻的手感用来打感电也不太适合战场。感电队的队员配置也需要一定练度，新手前期也不容易养起来。双雷双火阵容的话，洛洛是很不喜欢怪被弹飞追着跑，因此还是和2.5千张直播懒人包中下的总结一样，8重绳子不太适合新手抽取，除非你的情况允许你组出8雷的组合，否则原始有限情况下，建议抽下半卡池的雷电将军或星海，只能抽0命雷电将军，也还有配命又强势的雷神国家队，或是抽2命组雷9万班。加上当前8重绳子也还没有专属的圣物，在未来有机会改变现况前，可以先跳过，等待后面的复刻。总体来说，8重绳子很需要雷电将军，但雷电将军却没有一定需要8重绳子。而如果很想要一个后台挂雷的角色，也不要忘了皇女菲希尔和她的奥兹。菲希尔对于新手来说，在大世界探索也可以担任主 C， 后期练度起来也可以转为脱手挂雷副 C。作为挂雷副 C 的角色来说，菲希尔的速切手感更好，也可以放进国家队替换角色。若是还没有看过大佬的非9万班队，也可以点击右上方资讯卡查看华丽的操作流程和圣物配装。最后站在强度档考虑的建议分享，8重绳子就是一个后台持续输出的副 C， 定位就是这样。要硬完成雷系主 C 的话，2命以上雷神还是体验最好，玩一玩又会不小心回到雷9万班或是雷8万班。如果已经有成熟的雷9万班队、雷神国家队或是高练度的满命菲希尔，倒是不一定需要抽8重绳子。但站在XP档的角度来看的话，8重绳子真的是香啊！收服到陈歌湖里面真的好棒呢。以上就是关于8重绳子的角色全分析，提供给考虑抽角色的肉肉们参考。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肉肉都一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所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肉肉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请肉班会员，每个月请肉喝杯鲜奶茶加鸡排。若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可以点击喜欢，给肉肉一个鼓励哦。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一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日特本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